女人身上拴着几吨重的石头沉入水底，但每次都会立马漂浮在水面。14年10月，湖北黄梅县隆平水库，几个孩子在河里发现一根红绳子，一个孩子好奇地将红绳子拉上岸，等几人看清楚水里另一端是一具女尸，几人连忙报警，而女尸身上不仅缠绕着铁丝网，还挂着几十公斤的石头，经过尸检为窒息死亡，身上还系着一条红绳子。女人胸口有纹身，而且死后还身中数刀。对纹身分析，警方将娱乐场所作为重点对象调查。在经过走访，有人认出了死者的纹身，正是之前在这边上过班的汪倩，而且汪倩并没有男友，倒是经常喜欢打麻将，而且在她死后，有人用她的银行卡取过钱，取钱的人也是男扮女装，一共被取走了190万。据朋友讲，汪倩最后离开接到一个电话，称对方张哥，而汪倩身上的铁丝网也找到售卖处，最后确定案犯为3人，其中1名就是本地人张强，也就是常约汪倩打牌的人。最后经过几天追捕，将张强抓了回来，同时交代了3人杀害汪倩的过程。张强虽然是老板，但最近资金出现问题，就伙同手下工人把苗头指向在夜总会上班的汪倩，于是以打牌为由约她出来。3人逼问银行卡密码后，将汪倩杀害，把尸体丢进隆平水库。可第2天一早，尸体却漂在水面。3人购买了铁丝网，又在身上绑上几十公斤的石头，又用绳子把尸体拖到深水区。做完这一切，几人就跑向外地。或许是怨气所致，可没想到尸体还是飘了上来。几人也因为性质恶劣被判处死刑。为了5毛钱，男人就心生歹念，泼人硫酸，并强行让对方喝下半瓶。10年居住在深圳的小罗要上班，打开门的瞬间，一个身影扑向他，还没等他开口，对方就将手中的一瓶液体泼向小罗脸上。小罗躲闪不及，就觉得一阵剧痛，像是被火烤一般，当时就捂着脸在地上打滚。那人看瓶中还有半瓶，又骑在小罗身上掰开他的嘴，一股脑的把剩下的都灌进他嘴里，随后转身就跑。邻居听到惨叫，赶紧喊来救护车并报了警。经过瓶子剩余的液体化验，泼向小罗的是硫酸。小罗面部融化，已经奄奄一息。警方正在寻找凶手，他却自己自首了。凶手是小罗姐姐的未婚夫李忠平。在5年前，李忠平经人介绍认识小罗姐姐小凤，并且很快确定了关系。为了哄她开心，李忠平就像个冤种一样开始花钱送手机、衣服。相处几年后，李忠平就送到罗家5万彩礼，准备结婚，想着和小凤把关系拉近一步。可没想到自己前后花了几十万，到头来只能牵手。小凤每次都拒绝他的要求，直到李忠平发现小凤认识一个网友，他爱的是那个网友，并且背着所有人买张机票，2个人比翼双飞。李忠平到头来人财两空，就去找罗家要人。小凤走之前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罗家也联系不上。李忠平就认为是罗家刻意隐瞒，导致李忠平变得精神错乱，拿着小凤的大头贴逢人就问，希望找到小凤的下落。他又在罗家蹲点9981天，等人出现。罗家被他折腾得够呛，就说要把彩礼钱退给他。可李忠平让罗家把这几年在小凤身上花的10万一起退出来，这让罗家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并且坚持只退给他5万的彩礼钱。李忠平在罗家大闹了一场，并且认为对方一家把自己当猴耍，就用身上仅剩的几十块钱买了一瓶硫酸。等小凤得知此事赶回家，弟弟已经面容尽毁。为了传宗接代，邻居用5块钱买了一个北大硕士生。在我还在上小学时，因为邻居家并没有院墙，我和同学听到他家一间房屋有女人的求救声。我透过铁窗往里张望，房间里没有任何光线，显得很是潮湿，角落只有一个铺盖，旁边有个小碗食物，地上满地的排泄物。突然一只大手朝我抓了过来，我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这才看清是一个赤裸披头散发的女人。我被她的样子吓到了，没顾她的乞求，这急忙慌地和同学走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，我妈就说这是邻居给他儿子李忠平买回来的媳妇，似乎在那个年代拐卖人口是村里默认的。见我还想多问，我妈就让我赶紧吃完饭去睡觉。后来村里都知道邻居家里关着一个疯女人，有些顽皮的孩子还会用石头朝里面丢，我看到都会赶走他们。我也会将自己的零食留下来送给他。有一次他递给我一张纸条，我打开那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是用木炭写的歪歪扭扭的4个字，我当时并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。村里人都传他有精神病，我并没有觉得他可怕，只是觉得他可怜。直到3年后，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。那天我在同学家贪玩，天黑我才往家赶，走到村口碰到一个女人，她主动跟我搭话，问我怎么回家这么晚，语气像是很熟的样子。我这才发现是邻居李忠平买的媳妇，她这次穿着一身新衣服，全身都透着干净。我起初以为是李家把她放了出来，很是替她开心。她让我赶紧回家，说如果走丢了就会后悔一辈子。我看她走远才往家走，我走到家才看到我妈焦急地等我，我还高兴地跟她说李忠平把她漂亮的媳妇放出来了。我妈听完脸瞬间变了，小声跟我说那个女人下午就在河里淹死了。下午她从小黑屋逃了出来，李忠平就在后面追，她宁愿跳进水里也不回家，毅然决然地让水淹没自己的头顶。我那天哭了半晚。后来我再大一些，
才明白那女人纸条上面写的是救我回家的4个字。我每当想起如果是现在出现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她出去。这是报道过的一起真实案件，男人怀疑妻子在外面有染，就用百草枯给妻子洗内衣，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内衣投毒案。16年江苏的扬州，张女士半夜觉得头晕目眩，刚准备吃点药，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上。张女士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可症状已经持续好几天，可是今天尤为严重，并爬到卫生间开始呕吐。等丈夫赶到洗手间，张女士已经昏了过去。等丈夫老王把妻子送到医院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几天，暂时保住了性命。但是经过检查，肝脏已经衰竭，化血查出中毒反应，但老王却说妻子在家没有接触过有毒的东西。可奈何医学再发达也没能挽留张女士的命。还没等医院报警，老王自己走进派出所自首，是自己下毒害了妻子。10年，老王和妻子经人介绍很快结了婚。婚后两人在江苏开了一家饭店，但老王为人老实，见人不爱说话，生意一直由妻子在外张罗，并且每天亲自去菜市场采购。但每天在外接触的人多，可就在16年初，妻子每天就开始摆弄手机，每天有发不完的短信，而且每当老王凑上前想看看，妻子都会说订货联系业务。时间一长，老王就怀疑妻子跟卖菜的看对眼了，而且每次买菜都临近中午才回来。两个人争吵几次，妻子都会骂老王是窝囊废，这让老王抬头看到自己头上有青青草原，开始心生怨恨。为了造成妻子死于意外，老王买了几瓶百草枯，把妻子的所有内裤都泡了一晚上。刚开始妻子只觉得自己有炎症，老王还安慰买点消炎药吃，直到毒发身亡。但自己妻子已经无法挽留。女人怀有身孕，被几十名海盗轮流侵犯，最后还用木棍串起来扎在沙滩上。丈夫埋葬完妻子后，拿了一把鱼叉出海。之后有人发现几十名海盗皆死在鱼叉之下。这是发生在福建的一件清末诡异事件。沿海渔村有村民发现海滩上趴着一个男人，但由于男人说的语言都听不懂，村民就让他在村子住了下来。男人十分的能干，对各种捕鱼技巧在行，很快融入了村子，而且对海里的各种风浪都很了解，几次危险都靠着他熟练的技术化险为夷。男人在村子里几年，逐渐熟悉了当地的语言，并且和村里的姑娘结了婚。可沿海开始闹起了海盗，刚开始只是洗劫船只。这天有几名海盗来到渔村，村民只想破财消灾，担心受到大批海盗的报复，就没有任何反抗。可海盗并不满足于此，在临走之际看上村子的10几岁小女孩，挡在前面的奶奶苦苦哀求，可面对凶残的海盗，一刀杀害了老太太。尽管围观的村民有100人，但面对几名凶残的海盗，无一人敢出头救下女孩。人群里的男人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手持鱼叉站了出来。海盗没想到有人敢当出头鸟，就让手下去杀了男人。手下抄起武器朝着男人冲了过去。男人面对3名海盗没有一丝畏惧，面对砍过来的刀，他并未躲避，迎了上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3名海盗死在他的鱼叉之下。村里看到男人浑身是血，都被吓住了，完全不是他们认识的憨厚的年轻人。海盗被男人杀红眼的气势吓坏了，放下了女孩，开始试图拉拢面前的年轻人，可得到只有一句畜生。海盗看到男人身上好几道伤口，不停地淌着血，胆子又长了几分，挥着手中的大刀砍在他的肩膀上，但自己却被鱼叉穿个通透。男人的身体也受了重伤。村民并没有因为他救了大家而高兴，担心大批海盗的报复牵扯到自己而疏远他，只有他的妻子一直陪着他。男人也无法理解村民的心思，自己拼命保护的人，却遭来的是疏远。男人把伤养好后，又回到自己捕鱼生活，可就趁他没在家的空档，海盗头目倾巢出动，把所有村民抓了起来。抓人就问自己手下的海盗是如何死的。开始村民也惧怕男人，可当海盗杀了几个村民后，所有人默不作声地把他妻子推了出来。当得知是女人的丈夫把自己手下杀了之后，对着女人就是一阵淫笑，并且当着所有村民，女人怀着身孕被几十名海盗轮流糟蹋。完事后把女人用鱼叉串起来插在海滩上，用来警告男人。海盗临走洗劫了一遍村子，女人就在海边晒了10几天，也没有一个人敢去放下尸体。直到男人回来，看到自己妻子早已死去，像是发疯了一样。男人把妻子埋葬在海边，等村民第2天再看到他，都被他的样貌震惊到了。他的所有毛发全都白了，就连眼睛也没了瞳孔，全身散发着戾气。临走之前对着村民说，当年救他的命，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已经替他还了。说罢拿着鱼叉做了一个木筏走了。从那天之后，没有人再见过他。这几年从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后来有村民发现海盗占据的小岛，遍布海盗的尸体，都是死于鱼叉之下。你知道躺在棺材木板做的床睡一夜会有什么体验吗？李中平图便宜用棺材木板做了一张床，当晚就差点被鬼掐死。由于家里比较潮湿，导致床板被蛀虫咬烂。到家具城一看，新床太贵，路上想起二叔是木工，买几块便宜木头就能做出一张床。二叔听完拍着胸脯包在他身上，叮嘱李中平一定要好的木材，可一问价钱就被劝退了。接连问了几家，李中平直摇头太贵。临走老板拉着他说有便宜的好木头，
老板后院堆放着一堆做成木板加工品，但是木头长短不一。但李中平看中的是物质价廉，现成的木板比原材料还便宜，而且还包送。第二天，老板就用车把木材给李中平送到家。下午，二叔就背着工具上门。二叔看到板材就问怎么没有买原材料。李中平不好意思说自己因为贪图便宜买的，就随口说是朋友家做完家具多余的材料。一下午的时间就做好一张全新的床，晚上就买了几瓶酒犒劳一下二叔。吃完饭后，李中平刚进门就觉得背后有人盯着他，转头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黑影。李中平被吓得连连后退，等再抬头看，黑影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李中平起初以为是自己白天太累就没多想，由于新床刷的油漆还未干，李中平就打地铺睡，可睡到半夜却被冻醒。当睁开眼的时候，旁边出现一双脚，而且穿的还是古代的官靴，面前站着一个古代人，死死地盯着他。李中平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被逼到墙角。面前的人并没有其他动作，也并没有回答李中平的任何问题。李中平咽了咽口水，站了起来，想从男人身边绕过去。这时男人伸出双手，用力地抓住李中平，冲着他咆哮，还他的家。清晰地看到男人牙齿都是尖齿状，而且口里都是蛆虫。李中平的挣扎激怒了男人，单手直接掐住他的脖子。李中平毫无还手之力，就在呼吸不上来时，门外传来几声公鸡打鸣声。男人虎躯一震，松开手，逐渐消失了。李中平也被掐晕，摔在地上。等他再醒过来，已经是中午。环顾四周，并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，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做了噩梦。可脖子上的印记让他明白晚上遇到诡异的事。李中平再也不敢瞒着二叔，将昨晚的事说了一遍。二叔一听就大骂李中平贪图便宜买到棺材木，当即把床抬到院子里。二叔又撒了半袋糯米，最后一把火把床烧了。火中似乎还有一个男人不停地嘶吼。二叔担心棺材板再卖给其他人，就让李中平带路找到那家店。可进入店里，老板已经被拆卸的棺材板砸死了。后面警察调查，老板是被吓死的。